大家好，欢迎回到本周风特报，我是各位的中国人实习生导师 ，A.K.A 中间选民波特王。若是第一次点进本频道的朋友，提醒您，目前正在收看的是号称中国版的 Discovery， 带您一起探索最真实的中国。不少人都知道中国网络有墙，一般中国民众若想到外网看脸书，还得用 VPN， 还有法律规定不能轻易翻墙，不然会有被公安约去喝茶的风险。这道墙翻不得，切莫以身试法。未经允许使用 VPN 翻墙，在国内都是违法的。喜欢逛油管、推特的人要小心了。那肯定有人会说，只要我没有搭建翻墙服务，没有用来盈利就不违法，不去境外网站发表不当言论就不违法。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是学习工作原因违规翻墙去查阅资料，这个犯法吗？答案也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只要你在国内使用翻墙软件，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学英语也好，查资料也罢，绕开我国的法律管制，浏览境外服务器相关网页内容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法律已经明文规定。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因为翻墙实际上就是将自己送到敌人的围灭场，甘愿掉入敌人精心布置的政治陷阱、中年陷阱、违法陷阱。我国刑法第285条规定，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会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网络上也都查到相关实际案例，还有翻墙工作结果收入全被中共公安强行没收的。但没想到近日，中共国台办居然带头违法翻墙，在脸书开通了国台办发言人的粉丝专页，还上传多部发言人影片宣传。那我目前作为一位中国人实习生导师，穿着行政夹克配保温瓶，当然看到后的第一时间就去留言热烈欢迎。那虽然我没见过国台办发言人，但双方也算认识啊。凤莲嘛，连他去年还在记者会上点名过我，语带威胁说欢迎我再去中国。看到熟面孔开脸书啦，于是我也接着留言询问凤莲还记得我吗？你去年点名说欢迎我去中国，但我看于朦胧粉丝那么多都被消失了，这样我不敢去耶。可以告诉我于朦胧立案了吗？那不止我留言啊，毕竟我们台湾人就是好客，也有看到很多台湾网友都去留言打招呼。我是台湾人，此生不当中国人。台湾是我的国家，我的国家叫台湾。台湾独立，于朦胧好可怜，靠腰笑死，还真的有开，我也来朝圣了。请问八海铁链女现在状况怎样？于呢？案件调查到哪里了？于朦胧要立案了没？于朦胧立案了吗？政府可以翻墙，人民不行，真是厉害，不愧是我们热情的台湾人。但看到最好笑的还是这则，有人留言问能不能帮忙找人，说在中国好像有亲人，引出国台办回复说可以帮忙，下面就有人马上留言说我要找于朦胧，真是令人暖心，支持国台办，协寻于朦胧。今天影片继续进行之前，要先感谢 Surfshark VPN 赞助本集影片。你知道吗？2025年全球每人平均一天上网时间高达6个小时，台湾人每日平均上网时间更是超过平均值，高达7个多小时。现代人不论吃喝玩乐，几乎离不开网络。也正因如此，有些心怀不轨的人会设下陷阱，特别是当你连线公共 WiFi 时，你的银行账号、刷卡资料，甚至是你的社群账密，都有可能被骇客窃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上网时需要用 Surfshark VPN。Surfshark 使用军规级加密技术，保护你的网络数据，这点很强啊。举例来说，使用 VPN 之前的你，上网就像打赤膊跑到大街上；使用 VPN 之后的你，上网就像是穿上坚硬盔甲，并搭配隐身科技，能够有效保护各自安全，让有心人士无法轻易追踪你，还可一键更改 IP， 如同获得瞬间移动能力一样，超方便。此外 ，Surfshark 还有超实用的附加功能 ，Antivirus 防毒软体，能在不影响你网速的情况下，守护你的设备安全，帮助排除有害文件，提供数位防护，有效远离骇客或钓鱼网站威胁。立刻点选影片下方链接 surfshark.com/porterking 或使用优惠码 porterking， 可获得额外4个月 Surfshark 服务哦。随着 AI 越来越进步以及假资讯的泛滥，现在看网络上的一些影片啊，我都会想说，是真的吗？上次我们有聊到国民党的赵少康，总算公开承认中共会借选台湾的选举后，连身为资深国民党人 AKA 战斗蓝的他，居然都开始遭到其他亲共人士的攻击。蔡正元骂赵少康台独老番颠，叫他别丢脸了，还跟邱毅一起质疑战斗蓝赵少康是 CIA 间谍，真的是活久见。赵少康自己应该都没有想到，难看到好好看，连小草网红都开始批评赵少康是绿营侧翼，骂赵少康都在抹红别人。赵少康直接被打成绿少康了。但赵少康真的有说了什么很过分的话吗？看了一下，是有发文说，台湾有一小部分人
人因为太讨厌民进党或独派，被排斥感很高，宁愿共产党来台湾收拾民进党，这种想法太可怕，我完全不赞成。这段名字如果遮住的话，完全不会想到是赵少康讲的。但他后半段其实还是在偷臭民进党，而且他节目我看也不过就是呼吁蓝营不要染红而已。但在小鹏眼里，这人已经辱华了，说他原形毕露。我是觉得浅蓝也好，深蓝也好都没关系啦，但是国民党要是不能红，你再深蓝浅蓝你都不能是红的，一染红了就完蛋了。哦，一定要切记这一点。哦，就是说再怎么样都不可以红。哦，这很清楚的。哦，因为你的选区选民在台湾，你的选举的这个选区在台湾，要一切以台湾的利益为利益，台湾选民的利益为利益。那一堆粉红在骂赵少康，才发现原来现在连说同岛一命都不行，可以发通缉令了。本来就不是啥好鸟，谁跟你同岛一命，给我死！调查这个垃圾，要跳墙，这种都是小丑。蔡正元直接说赵就是台独分子，先知总是孤独的。早在多久前我就说了，人呐，早晚要辱华的。而且不管你是中华民国派还是台湾独立派，只要你不支持中共侵略你，不接受中共统治你，那你就是台独。赵少康本人不是支持民党，更不是支持台独的，他顶多算是中华民国派，但也一样被其他舔共人士骂成是台独，骂绿营侧翼。这让我想到明居正教授说过的一句话：不是我变绿了，而是你变红了。赵少康虽然晚了点，但恭喜他还是经历了这个人生必经的过程。辱华了，被辱华大家庭持续壮大中。说到这，可能会有些资历较浅的观众会想说，辱华不就骂到所有华人了吗？这我必须不厌其烦再说一次，华人这个词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而梁启超是推广这个词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提出华人、中华民族等概念，意图用来取代清人、唐人这些旧称，想让海外侨民认同一个文化共同体，强化民族主义，推动改革与建国。这最初不是中共的统战语言，但中共成立后，刻意利用华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这些词汇，把文化认同和政治忠诚绑在一起。他们会说海外华人都是祖国的子孙，华人不忘根、不忘祖国。注意，这种话术就是典型的统战语言，用文化、血缘、语言模糊国籍与政治主权的界限。对中共而言，华人等于应该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将华人这个词跟中共绑在一起了。这就是为什么小粉出征时会说辱华，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等同是华人这个词。但这种战狼出征的最后结果，就是正常人会觉得粉红跟87没两样，导致今天很多人听到华人会觉得刺耳。特别是在台湾，因为双方早已形成独立的身份认同，不愿再被中共以血缘文化名义收编，我就不会说我是华人，我会说我是台湾人。所以你如果觉得辱华这个词也骂到你了，那你该想想自己是哪边开始被带偏了，因为事实上根本与你无关。华人跟中华民族这些词最初也是刻意被创造出来的。话说回来，虽然那些粉红出征赵少康，但各位知道最好笑的是什么吗？是那些说同岛一命不行的粉红，其实自己也辱华了，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台湾不是中国的，不然照他们的逻辑啊，若真相信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同岛一命正命就自然会包括在整个中国里才对。因此这恰好说明他们越骂人，越暴露出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那些粉红否认同岛一命时，其实也是在承认台湾与中国不同命。而近日同样被中共网军攻击的还有泽伦斯基。这几天网络上疯传这张照片，文案都说泽伦斯基在拒绝以土地换和平的强硬态度下，被川普赶出白宫，并说泽伦斯基只能无奈在路边摆小桌子开记者会。先说这完全是认知作战，是错误资讯，但连台湾都有新闻媒体在报道这错误资讯。这消息我一看到的时候啊，就觉得不可能。川普跟泽伦斯基在这次会面之前，于今年3月左右，确实在白宫直播吵架给大家看过。但那次吵架完之后，后续已经谈好，也有签协议了。这个当时我也做影片和大家分享过，美乌已经是利益共同体了，不可能没事又突然乱翻脸。于是我看到这些假消息后啊，也实际去反查了一下。我判断这消息最初应该是简中媒体报道出来的，王局、墙内一些营销号都在传播这假资讯，而一些台媒没查证就跟着报道，我还要找到整篇直接简体转繁体就发的。那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美乌闭门会议结束后，泽伦斯基才走到白宫旁边的拉法叶公园举办记者会，完全不是什么被赶到那边，而且还是记者们先在那边等他来。路
透社也有报道这张照片甚至还放了影片，但内容我看根本没有说泽伦斯基被赶走，而是报道泽伦斯基称他相信川普希望结束战争。而拉法叶公园本来就是一个会被用来开户外记者会的地方，因为背景可以拍到白宫，采访画面也好看，能让观众一眼就知道受访者在哪里。这2天，澳洲总理去见川普也有在那边受访拍照，因此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泽伦斯基又跟川普吵架被赶出白宫这些事。但中共大外宣断章取义，造谣说泽伦斯基被川普羞辱，全场耻笑等等，这都是在对台湾人带风向，制造以美论。我看了台湾有报道这篇错误资讯的新闻下方留言也都是这种唱衰的论调在洗，而且很多，我不确定有多少是真人，但不排除真的有人被误导。提醒大家，台湾是被假资讯攻击排名世界第1的国家，蝉联11年，可怜啊，真的可怜。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帮忙辟谣破解中共大外宣了，连我本人也经历过好几次被红媒恶意带风向。各位台湾的观众朋友，真的要多提防也要提升自己媒体识读能力。怎么提升呢？就是不要马上相信你所看到的，看到之后自己也查一下，特别是你觉得违背常理的，都该反查证一下。没查的话，也至少先不要乱分享，避免不小心变相帮忙带风向。但目前这消息我看已经传很广了，只靠我自己辟谣效果有限，欢迎大家转分享这影片出去，借由这个例子来提醒大家，中共的肮脏手段没有停过。那今天影片后半段带各位来看几则送头留言。论造谣，巴囧和波特王是台湾双王，一个编剧，一个演员，在中国就是唱双簧的。这是我在谈于梦龙冤案影片底下看到的。请问于梦龙的事情，我是要造谣什么？于梦龙事件是你们中国网友都在传的事，只是墙内讲到很快就被封，不能讨论而已。真正在造谣的是中共政府啦，一堆疑点跟证据都不立案，草率结案说是意外。于梦龙是明星，都会这样被消失了。你这种墙内韭菜，哪天被配对成功连吱一声的机会都没有，人就没了。你风险比我还高，我们这种反贼其实是在帮你说话，你却说我在造谣，那我只能祝福你身体健康了。哈利波特吃鳖真有趣啊！不好意思，我不吃鳖我都吃鸡胸肉比较多。那你应该是刚吃屎才会一张口就臭味扑鼻。下一则，你说谎不是别人讲的事实，你不相信就叫说谎好吗？别让我遇到你。基本上我是觉得你遇不到我，因为我平时是没有逛动物园的习惯。你看起来像是被关在笼子里的，是要怎么遇到我？但没关系，来，这位黄成辉我请你再次留言，遇到我你要干嘛？把话说清楚连话都讲不好，没出息。是说你大头贴，如果真的是你，我劝你现实中不要像网络上这样说话，你整个人超没条件跟人家呛输牙的，没出息。巴嘎和波特就像是青鸟的体外生殖器，给青鸟们爽的，所以我看起来很屌咯。好啦，你说的都对，如同你的器官是给共党高官换爽的一样。但照你的逻辑来讲你一直来看你口中的生殖器，是想告诉大家你欠吗？可是我是不支持人兽交的不好意思，你下辈子吧。而且大罢免后已经没有青鸟了，都说我中间选民了，中国人实习生导师，你还在那边青鸟，网络播接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再次感谢 Surfshark 对这个单元的支持。提醒各位，在留言区的部分我会放上优惠链接 surfshark.com/PorterKing 以及优惠码 PorterKing 给大家使用。有需要的朋友记得点选连结。我是波特王，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黑夜的窗边，雾气弥漫世纪，官方新闻定调一句话例外：坠楼不要追溯。网络上传言狂舞，又被删又被封锁。你问证据在哪里？我们依法办理。那声音像假面误会的古典，说别问太多，他们说别聊太深。阴影里场景在变形，舞台后镜子碎裂，真相碎片在闪烁。No the truth， 掩盖真相。No truth， hide the truth， 隐瞒事实。Hide the truth，No the truth， 掩盖真相。No truth， hide the truth， 隐瞒事实。Hide the truth， 跳起 cover up dance， 声音被静默，资料被遮蔽，逻辑被割裂。跳起 cover up dance， 不准查看线索，你只听见意外，却看不到破绽。Cover up dance， 声音被静默，资料被遮蔽，逻辑被割裂。跳起 cover up dance， 不准查看线索，你只听见意外，却看不到破绽。
在中心有标语投影，下面上字句闪耀光芒。反攻好我真相，他们被逼着关机观望。当天幕卷起警察来到，他们说慰问，你说为谁？在93阅兵前夕亮出一幕，却被黑色幽灵式数抹除。官方声明像重复录音带，一句一句倒回去再说一次。意外十足误导撒界像这些字眼，像胶带贴在嘴巴上封住疑问。基于冷静凌亮越上线，热搜消失贴文被隐藏，仿佛从未存在。你们为什么当然是恐惧？恐惧揭开序幕，那就无处躲藏。No the truth， 掩盖真相。No truth， 爱的truth， 隐瞒事实。爱的 truth，No the truth， 掩盖真相。No truth， 爱的truth， 隐瞒事实。爱的 truth， 靠近 cover up dance， 声音被静默，资料被抽取，武器被割裂，跳起 cover up dance， 不准拆开线索，你只听见意外，却看不到破绽。Mirror up dance， 声音被静默，资料被抽取，武器被割裂，跳起 cover up dance， 不准拆开线索，你只听见意外。别问太深，别问太深。No